Hello，大家好，今天我邀请了素清老师和我一起，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视频会比较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物价还有交通。那现在我邀请素清老师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大家好，我叫素清，对，我也做很多中文的视频，然后，我和美玲，我们都是做纯中文的视频，就是在我们的频道里，我们不说英语，我们只说中文。对，我的频道叫 Lazy Chinese，如果你想练习你的听力，你可以去关注我的频道。好，谢谢素清老师，请大家都去关注素清老师的频道。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聊一下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那第一个，我们可以聊一聊物价。我挺好奇，素清老师在澳大利亚现在物价怎么样？特别贵，我觉得特别贵。真的吗？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觉得，特别夸张。有多夸张？ OK，这么说吧，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好，如说最近可能一个西瓜要30刀，30刀？嗯，真的假的？这么贵？真的，我可以给你图片，真的真的，哇哦，嗯，是很大的西瓜吗？就是普通的西瓜普嘛，通的西瓜？没有这么大，就是普通的西瓜，30刀，你说30刀是澳大利亚对，元30澳元，我们30差不多，澳元？澳元和加拿大的钱差不多，差不多是吧？那真的对，很贵真的很贵，对，所以。啊！然后在澳大利亚，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只有2个大超市，对，然后这2个大超市，他们决定了所有东西的价格，就是你没有更便宜的选择，你可以找到别的超市，但是没有那么多，然后基本上就是你去所有的地方都是这2个大超市，然后他们的价格就是很夸张，我们的蔬菜有的时候也特别特别贵，我觉得。天呐，但是加拿大的蔬菜我其实不记得，因为我平常去超市买菜，我一般就是看最后的总的价格，我不会去看每一个具体的东西多少钱，所以我不太记得。但是肯定，因为现在物价膨胀，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在变贵。但是我可以和你分享在加拿大吃饭的物价。像我记得，我大概10年以前来的加拿大，我当时10年以前的时候，如果我去一个餐厅点一道菜，那可能就10加币，就15加币以内，而且是算上税了，包含了税之后就可以了，就我一个人就够吃了。但是现在的话，如果我去一个餐厅，至少要花20多加币，才可以够我一个人吃。所以你可以说，相当于物价差不多翻了1倍。对于吃饭来说的话，对，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贵。是澳大利亚是一样的，就是10年前可能10块钱、5块钱你可以去吃饭，现在就是应该大部分的餐厅最便宜都要20块钱、18块钱，对，但是我们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税还有小费，在澳大利亚你看到的那个价格就是你要付的最后的价格，但是在加拿大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不是，对，所以就更贵了。因为每一次我看到账单是一个价格，比如说它是20加币，然后我付钱的时候还要付上税。那我是住在安大略省，因为加拿大每一个省的税率不太一样，像我住的安大略省是13%的消费税，那所以我吃饭20加币，然后我还要再多交13%的税，然后我还要再加小费，而且小费呢也是越来越贵。像以前的时候，可能大家就给10%到15%的小费，但是现在，尤其是疫情之后，现在很多餐厅它
它会给你默认第一个选项是18%，就是默认让你交18%的小费。对，所以就很贵了。因为你和美国近，所以你们俩都有小费的文化。那澳大利亚这边是不需要小费，然后税也是包含在里面的，所以你看到那个价格，你就知道 OK， 这是你要付的价格。哇，好羡慕！我觉得没有小费会简单很多，就是它可以把价格弄得更贵，但是你不需要去算小费，然后小费其实它是我觉得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对对，的确是。那房租呢？在澳大利亚的房租现在大概是什么价格？房租我觉得也不便宜。好问题，我不知道我们俩会不会差很多。OK，我现在住的地方，不是离市中心很近的地方，有一点远。我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房子，是一个大的房子，有3个房间。有3个房间，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如果我要去市中心，我觉得大概可能就是走路啊，还有坐火车，大概可能要1个半小时。很远，明白。对吧？有一点远。是的。然后我这个房子每个星期是640刀。整个房子吗？对。那1个月呢？应该是2560。对，2560一个月，但是是一个大房子，对不对？然后如果我要住在离市中心更近的地方，这个价格我觉得我也可以租到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有可能它只有1个房间，或者说它不是很新的房子。对，但是这个价格就是600多，这个价格是在澳大利亚是很普遍的一个房租价格。你呢？因为我现在不是租房，我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但是我有看新闻，所以在多伦多的话，如果你住在市中心，租一个一室一厅的公寓，那至少要2500、2600加币往上。那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很贵。对，因为在市中心，我觉得一个房间，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就是我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房子不是我租的，是我的朋友租的，就是只有1个房间，然后每个星期是多少？550，但是那个是很多年前，7年前了。现在我觉得一定要600多、700多。对，因为我觉得现在房租是越来越贵。然后像在多伦多地区，我知道有些人他们没有办法负担很贵的房租，所以他们就会找人合租。就比如说好几个人一起住在一个公寓里，就是生活的空间会变得很小，但是没有办法，大家为了省钱，所以就只好这样。对，所以我搬到很远的地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搬到很远的地方，空间真的很大，因为我家的后院也很大。但是如果我要去外边，我要去做一点什么事情，我又觉得我必须要坐火车坐很久，然后我就会觉得不方便。要不然算了，就是不要去外面了，我就待在家里吧。对，所以它其实对我的生活影响是有一点大的。的确是。所以说，对于房租来讲，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就离市中心越近的地方会越贵。当然，离得远的话就会更便宜一些。对，但是澳大利亚就是海边的房子，它不一定离市中心很近，但是它还是很贵。因为我觉得澳大利亚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住在海边。明白，因为景色很好。对，就是他们可能喜欢游泳、冲浪，然后看海。我不知道，我不喜欢，我要离海边很远。好，对，那其实就是关于物价这个话题。所以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物价都很贵，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差不多的水平。对，工资呢？工资怎么样？工资是个好话题。工资我觉得很难说，因为要看不同的行业。
我看一下澳大利亚，就是最低的时薪是多少钱？最低时薪现在应该最低的时薪是1个小时24刀。啊，我们是17.4加币，所以我们的工资比你高一些，我觉得。但这个是最低工资，从最低工资来看，的确是高一些。但是我觉得也得看具体的行业，每个行业可能情况不太一样。对对对。但是很奇怪，你们要给小费，所以你们的最低时薪应该更高。对对对，Now that makes sense。对，因为你们的时薪更低，所以你们有小费，所以你们赚的钱可能还更多。对不对？对，如果是服务行业的话，对，除了工资，应该它还会有小费嘛？对，对对对，如果收到的小费多，可能收入也不错。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你们的工资还更高。如果有小费。对，的确是。好，那我们聊了物价的话题，现在我们再聊聊交通的话题。你刚才说到你平常去市中心需要坐车，所以我想你平常应该经常用各种交通工具。那你觉得澳大利亚的交通怎么样？我其实很少出门，我真的吗？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家里。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比较喜欢走路，所以呢，如果我走路，我没有办法去很多地方。澳大利亚的火车，就是不太行。周末的时候，它常常没有火车。因为他说他要在修火车，所以呢，周末就是如果我要去一个地方，可能本来就是很快的，我可以坐火车，但是因为没有火车，我要坐公交车，然后时间就会变得更长。对，就是因为我不常常出门，所以呢，我没有觉得非常不方便，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很方便。对，听起来不是很方便。那地铁和公共汽车怎么样？地铁就是火车，就是当你说火车的时候，也包括了地铁了。对，是的因为澳大利亚它就是叫火车。在多伦多，我住的地方呢，它是有地铁嘛，就是说在地下的那种。我们不是，我们在地上的。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有地铁，我们也有火车，还有公共汽车。像火车的话是怎么说呢？就是分两种，一种是你要去到比较远的地方，比如说我从多伦多到渥太华，就是两个不同的城市之间的那种比较长途的火车，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火车是在两个比较近的地方，就比如说从多伦多到多伦多周边的一个地方，这两个地方之间它也有火车，它就相当于在一个大多伦多地区里面可能有十几个不同的小一点的城市，这个火车就是会连接这些不同的城市。明白。在多伦多我们管它叫 GO Train， 就也是一个火车。对OK， 这个火车还是挺方便的，因为如果你不住在多伦多，你住在周边的话，你就可以坐这个火车去多伦多市中心。OK，所以你觉得加拿大的交通怎么样？你的体验是方便还是不方便？还是说你开车？我觉得，因为我住在多伦多周边，所以我平常每周要去一次办公室工作，那我就会坐我刚才说的那个城市之间的比较近的那个火车。要多长时间啊？所以从我家到市中心要大概50分钟。比我还快，不到1个小时。对，还可以，不是特别远，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因为我其实也可以开车去市中心，但是开车的话，尤其是早晨上班的时间，会有很多车，就可能会堵车，所以我反而是坐火车会比我开车更节省时间。对，所以我比较喜欢坐火车，坐公共交通去
上班。然明白明白。后，我想想啊，还有什么交通工具？就是你开车嘛，在澳大利亚，在开车，大部分的人都需要开车，所以也是因为我住在澳大利亚，所以我才去学开车。在中国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我要学开车。那你觉得在澳大利亚开车怎么样？我现在开的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别人觉得在澳大利亚开车很危险，我不知道，因为我开的不好，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多人没有耐心。哦，他们是对，什么表现？为什么你觉他们得他们没耐心？因为比如说，如果我开的稍微有一点慢，他们就会想要去我的前面嘛，对，对，或明白。者可能有的时候会鸣笛，所以我觉得他嗯，们没有耐心，我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司机，我嗯也是开车没有很久，所以我开车嗯有的时候也会比较慢。比如说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停车场，因为嗯我很怕进了停车场有人啊有车呀、我就嗯很怕会撞到，所以我嗯一般就会很慢。然后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后面的车就会鸣笛，他们嗯。就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慢，还不快点？因为我嗯，每一次我看我男朋友开车的时候啊，他会开始说别人，他会说好慢啊，快一点，快一点，或者说，或者说澳大利亚有很多很多 roundabout，你知道？我不知就道你们圆形的，对对对，然后你知道那哦，个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你要看有没有别的车嘛，然后明白，我是一个新手司机，我就会花很长的时间决定我到底去看，要不要过呢？对，但是他们老司机他们就会觉得说，哦，现在没有问题，可以过。就有的时候做那个决定，就是他们是可以很快的，对不对？他们一边开一边做决定，我可能需要停下来，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车，然后对，然后再决定，对对。对，然后有时候那个灯，我要想一下，这个灯是不是来我这一边，还是去那一边？我真的觉得我哦开车的时候是一个很笨的人。对，哦，我开没关系，的不好。我觉得就你刚开始嘛，等你之后对，经常开，你肯定会越来越熟练。但嗯，是如果你和你的男朋友一块儿开车，就是你大部分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多自己开车，不要让他坐你旁边。但是没有办法，我必对，须有一个人坐在我的旁边，不然的话不是很安全。对，所哦，以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压力很大，但是没有办法。或者对，你可以过一段时间，就是你觉得比较熟练了之后，你可以多自己开。我觉得自己开练的比较快，对，因为对，如果总有一个人坐在旁边，他总会各种提示，这样的话其实容易让开车的人去依赖另外一个人。对，对，提示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反应会很大，就对，是如果我开错了，他会真的就是很惊恐，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你已经在开车，已经很害怕了，然后旁边一个人在那里尖叫啊，所以没关系，我知道，就是我需要更长的时间练习，对，但是在澳大利亚开车就是路很宽，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复杂，但是应该大部分的人他们还是好好的开车，就是你没有看到有的人就是很多人他们开的不对，那没有，大部分的人是好好的开，啊，所以你是说大部分的人都遵守规则，开是的，车的时候啊，那很棒。对对，我觉得在加拿大的话，对，我也觉得大部分的人也是遵守规则的。但是在我住的地方，我觉得多伦多的有一些司机，他们会像我们之前说的，开车非常着急，所以有的人就会，比如说他就会开得很快，然后会超速，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就换道，也不会给你信号灯，所以就你会需要特别小心。但是换我觉道不给你得信号灯，哦，好不给信可怕。号灯，对，我开车的时候已经见识过了，
对，有这样的哦，情况发生。我真的很害怕这种，因为我常常就是很担心我开的时候，然后我旁边的人决定他要去去我是另的前面，外一个对，我哦，特别对，害怕。我常常就是没有发生过，但是我常常很害怕这种事情会发生，明白，对。可怕，的确是，所以我开车就会比较小心，但是对这样的情况还是说少数，所以我觉得还好，大部分情况下大家还是会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也会在 stop sign 停车，对，我觉得就还好。那我们刚才聊了开车的话，我们觉得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挺好的，差不多，大家还是对。比较遵守规则。那你说了澳大利亚的话，你觉得它的火车有的时候呃没有那么多班次，就不是很对，方便，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是吧？不是没有班次的问题，有的时候它就是没有火车，就是周哦，末它常有时候没有常就是，火车，对，它常哦，常就是要修火车，所以就是没有办法，你只能坐公交车。对，好，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加拿大火车其实还好，但是地铁有的时候常常会有问题，所以对，也需听起来是一要，样的。这两个国家我真的觉得真的好特别像啊，像，真的很像。对。对，我们今天比较的物价和交通非常的像。那对，如果大家想看一看，其实天气和食物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大家如果是的，对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天气和食物感兴趣的话，请去素清老师的频道去看另外一个视频。那最后，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在你的国家物价和交通的情况怎么样？别忘了评论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其他的感兴趣的话题，也评论告诉我们。我们也计划录更多的中文视频。对，是好，的，谢谢苏青老师，拜拜。谢谢美玲，再见，拜拜。